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最近有朋友跟我说，耳朵总是嗡嗡响，听力也不是很清晰，整个人都很烦躁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或许能帮你缓解耳鸣哦。这个动作就是按摩听宫穴，位置很好找。首先，我们将嘴张开，在头部侧面，耳屏前面会摸到一个凹陷处，这里呢就是听宫穴了。找到之后，用食指指腹来回的推这里，每次推2分钟，感觉有酸胀感为止。每天做2到3次。听宫穴有开窍聪耳、通经活络的作用，经常按摩这里可以缓解耳鸣，让听力更健康。那引起耳鸣的原因有很多，平时要避免精神紧张，改掉不好的习惯。还有可以多吃一些有活血作用的食物，比如黑木耳、山楂等。这些食物有活血化瘀、扩张血管的作用，能让耳部血管正常循环，对预防耳鸣有帮助。如果你耳鸣很重的话，就建议大家到医院检查了。甘油三酯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物质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血管堵塞，导致多种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注意，平时记住多做2件事。第一，多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如果每天坚持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力，对甘油三酯的排出有很大帮助，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。第二，多喝水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多喝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经常喝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。所以甘油三酯偏高的人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这样可以让血管更干净健康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除了多做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要少吃一种食物，高糖食物。高糖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而糖分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，容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。比如我们平时吃的饼干、蛋糕、各种饮料等，都属于高糖食物，所以应该少吃这类食物。甘油三酯偏高的朋友，如果能做好上面这3件事，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堵塞，稳定血脂，对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含量也大有帮助。我们的血脂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，就叫做甘油三酯。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那么也会加大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那甘油三酯高，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可能会出现脸黄疣、视力模糊、头晕目眩、口角歪斜等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平时尽量远离3种食物。首先，高盐食物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腌制类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增加血管的负担，降低血管的弹性，不仅会使甘油三酯升高，还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对健康很不利。其次是油腻的食物，油腻食物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爱吃的。那油腻食物是血管的杀手，如果经常吃，会影响到血液循环，使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也会导致甘油三酯偏高。那最后是动物的内脏，很多人认为动物内脏很有营养，所以就会经常吃。但是对于甘油三酯高的人，动物内脏一定要远离，因为动物内脏中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吃多了也会给血管增加负担，使甘油三酯偏高。上面这3种血管的杀手，希望大家能够忌口，这样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，身体也会改。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刚过30岁就开始衰老了，而且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，其实可能是这些习惯害的，希望你尽早改正。睡觉时带妆。每天出门前，女性朋友都会化上美美的妆，但是晚上回到家，有的是因为太懒，有的是因为回家太晚就带妆睡觉了。如果这样长期不卸妆，很容易使毛孔堵塞，皮肤得不到很好的呼吸，时间长了就会变得毛孔粗大，皮肤暗黄，加速人衰老。一旦不化妆，就让人显老10岁。带气入睡，女性朋友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带气睡觉。因为生气会让人心跳加速，影响睡眠质量，长期这样也会使人加速衰老，皮肤变得越来越差。所以睡觉前，女性朋友要学会放松，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，这样对睡眠有帮助。睡觉前玩手机，现在的人几乎是手机不离手的，睡觉前也要玩很长时间。其实手机是有一定辐射性的，如果长时间玩手机，手机辐射会伤害脸部皮肤，使人出现
毛孔粗大、黑眼圈、皮肤粗糙等情况，而且对眼睛的伤害也很大，尤其是那些熬夜玩手机的人，也会导致人快速衰老。所以女性朋友如果不想衰老太快，上面这3个坏习惯就不要有了。平时多注意护肤，可以多练练瑜伽，平时多喝水，这样对延缓衰老有。吃黑枸杞有什么好处？2类人最好不要碰，对健康不利。好处1，可以美容养颜。黑枸杞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和维生素，经常吃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很好的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好处2，可以预防脱发。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脱发的情况，这时不妨吃一些黑枸杞。黑枸杞能够促进头发生长和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防脱生发的效果。好处3，可以改善睡眠。经常失眠、睡眠质量不好的人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吃几粒黑枸杞，有养心安神的功效，可以帮助改善睡眠。所以经常吃黑枸杞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对于黑枸杞，大家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直接嚼着吃，每次最好不要超过10克。那有2类人是不宜吃黑枸杞的。第一种，脾胃虚弱的人。如果脾胃虚弱的人吃黑枸杞，很容易出现拉肚子、消化不良等情况，所以建议这类人最好不要吃。第二种，血糖高的人，因为黑枸杞中含有一定的糖分，所以建议血糖高的人不要短时间内大量的吃黑枸杞，对身体有很大危害。很多人也是意识到了这点，所以下定决心要戒烟。其实戒烟最难熬的有3个时间段，若能扛过去，或许戒烟就算成功了。第一个，戒烟7天之后。很多烟民戒烟7天之后，由于是刚刚戒烟，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，比如失眠、食欲不好、浑身难受等。其实这个时间段也是最难熬的，很容易让人前功尽弃。如果这时再重新吸烟，会对肺部造成更严重的伤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忍住。第二个，戒烟3周之后。如果戒烟到了第3周，已经熬过最难熬的7天之后，这时身上不适的症状就不会很明显了，对香烟的依赖性也会逐渐消失，这时也一定要忍住，不要放弃。第3个，戒烟1年之后。熬过了上面这2个时间，戒烟1年之后，基本上也就算戒烟成功了。只要不重新吸烟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肺部会慢慢的变好，对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戒烟是难熬的，所以大家最好坚持。若能熬过上面这3个时间，那么你就能成功了。戒烟的时候，大家还要注意离吸烟的人远一点。如果非常想抽烟的时候，可以找一些食物来代替，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，这样对戒烟有帮助。经络遍布我们全身，那俗话说经络不通百病生。那经络不通，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呢？首先是疼痛，然后还会有发冷或者是低热、麻木等问题。那该怎么疏通经络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转动2个地方。第一个，转动脚踝。在我们脚踝这里有很多经络和穴位，转动这里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。那方法很简单，先将一只脚踮起脚尖，然后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，转完再换另一只脚。方法和时间一样，每天坚持做2到3次即可。第二个，转动手腕。手腕也和脚踝一样，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比如内关穴、神门穴。方法也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将双手向前伸直，掌心向前，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。这个动作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。经常转动手腕可以促进气血运动，疏通全身经络，避免身体堵塞。那上面这2个动作简单易学，每天配合着做一做，经络通了，身体也健康了。老人常说立秋后3不睡3不做，指的到底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吃饱了不睡。很多人晚饭吃的比较晚，所以吃饱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不利于消化和吸收，不仅会引起肥胖，还会导致肠胃疾病。第二个，头发湿不睡。有的人为了早上节省时间，喜欢在晚上洗头发，洗完还没等头发干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引起头痛、感冒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三个，
有心事不睡。现在很多人的压力都比较大，所以常常会带着心事入睡，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引起神经衰弱甚至抑郁的情况。3不做：第一，不吃生冷食物。立秋后天气转凉，所以应该注意保暖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不然容易导致寒气入侵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用凉水洗澡。立秋后天气还没有完全冷，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用凉水冲澡，这样也容易让湿气和寒气进入身体，时间长了，疾病也会找上门。第三，不剧烈运动。锻炼身体虽然对身体好，但是立秋后大家尽量不要在室外做剧烈运动，要不然超出自己的运动量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立秋后上面的这几件事，只要做好，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，让你秋冬少生病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